有缘人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或高尚，或卑劣，或与我们志同道合，或与我们背道而驰。面对这些不同层次的人，我们有时会陷入纠结，思考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善意和关爱。在此，我想给你一个善意的忠告，即使你再善良，也不要对层次过低的人释放过多的善意。那么，什么是层次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，所说的层次并不等同于社会阶级或阶层。换句话说，层次不是指物质层面的差距，比如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，它更多的是指精神层面、道德层面和价值观的差异。一个平民阶级的人，眉妻鹤子，襟怀坦荡，他依然可能具有较高的层次，而一个富贵家庭的纨绔子弟，挥金如土，浑浑噩噩，也未必有什么层次可言。层次更多指向一个人的文化属性和思想格局，而与他的社会地位、阶级身份、财产状况等并不成正相关。高层次的人能够用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温润你的视野，给予你启发，提供一个全新且睿智的角度来思考人生与社会。在汪洋大海中，他们能为你指明方向，成为你前进的灯塔。而低层次的人往往只会以一己之见催眠自己狭隘的心灵，并让这种思想像瘟疫般扩散，腐蚀你的雄心，打消你深度剖析自我与社会的可能。或许你会说，影响没那么严重吧？但实际上确实有那么严重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接触到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无法简单的用好坏去界定，也无法通过理性去说服。但很明显，和他们交往，你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抵触和隔阂。更可怕的是，和低层次的人相处久了，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，甚至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。这正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的道理所在。那么，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层次呢？这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观察力和判断力。我们可以从对方的言行举止、待人接物的态度，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等方面来观察。一个层次高的人，往往能够尊重他人，理解他人，关心他人。他们的言行举止往往透露出一种高尚的品质，而一个层次低的人则常常表现出以下8个特征。1. 凡事喜欢抱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挫折和考验，人生低谷的时刻也很常见。然而，决定你人生走向的，往往不是这些挑战，而是你的心态。如果在遇到问题时，你总是选择抱怨不止，埋怨命运或他人，那么无论怎么努力，成就和进展都很难到来。真正好的人生，不是停留在抱怨环境，而是学会顺应社会，学会改变自己。毕竟，环境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有所改变。我们能做的就是调整心态，早早从低压的困境中走出来。如果整天与那些喜欢抱怨的人为伍，你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的消极情绪所影响。
我们要意识到，人与人之间的能量是互相传递的。和积极、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你会变得更加乐观、自信；而与负能量的人相处，你也会不自觉地变得满身戾气。过多的怨气会让一个人活得不快乐、不充实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远离这些抱怨者，不让他们的消极影响到自己。2. 自私自利的人，请远离。世间万物讲究的是平衡，人际关系亦然。真正良好的关系从来都是相互的。然而，自私自利的人却不这么认为。他们总觉得别人的付出理所当然，把你的善意当成可随意索取的资源，毫不珍惜。他们擅长权衡利弊，待人接物皆以自身利益为先，甚至不惜伤害他人来满足自己。但请记住，这个世界并不缺聪明人，缺的是有良知、有温度的人。真正善良的人才能收获长久的美好，而那些唯利是图之人终将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代价。与人交往，最重要的是真诚。你发自内心的善待他人，对方才会回以温暖。反之，若是遇到总是消耗你真心的人，那么请果断远离。因为真心经不起挥霍，一旦被消耗殆尽，便再难回头。选择朋友时，请记住，一个人的品质决定了他的格局，而你的圈子决定了你的未来。与自私自利之人同行，最终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。3. 斤斤计较，人生难有突破。这世间谁不希望获得利益？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取舍，而不是被眼前的小利所束缚。那些过于计较得失的人，总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，生怕自己吃亏。可人生最怕的就是格局太小，目光太短。那些成大事者从来不会拘泥于眼前的得失，他们懂得放眼未来，愿意在关键时刻让步，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收获来自长远的布局，而非一时的利益之争。相反，若一个人凡事都斤斤计较，与人相处时只关心自己得到了什么，却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。毕竟，没有人愿意与一个过于算计的人深交。要想走得长远，学会包容，懂得让步，这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智慧。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，从来不是算计，而是共赢。4. 三观混乱，远离是最好的选择。有些人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，实则内心充满矛盾。他们一边抱怨社会不公，一边却又毫无底线地讨取社会资源，一边对世事批判的头头是道，一边却又满心贪婪，幻想不劳而获。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对世界充满敌意，却从不愿意真正改变自己。他们习惯性地将自己所有的不幸归咎于环境，归咎于别人，却从不反思自己的问题。与这类人相处，久而久之，你的世界观也会被扭曲，开始觉得世道艰难，人生无望，
甚至被带入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之中。因此，当你发现身边有人总是充满怨气，对一切事物都持否定态度，甚至鼓吹极端言论时，请尽早远离。因为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样的负能量会让你无声无息的沉沦。5. 喜欢抬杠的人最消耗能量。生活中，你是否遇过这样的人？你说喜欢大海，他偏说海风太湿；你谈努力工作，他却冷嘲热讽地说巴结领导更重要；你满怀热情地分享梦想，他却告诉你醒醒吧，别做梦了。这类人并不是真的在讨论问题，而是单纯为了抬杠而抬杠。他们试图通过反驳别人来展现自己的特立独行，以此获得存在感。但事实上，这种行为不仅令人反感，还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空虚与不自信。真正聪明的人懂得尊重他人，善于倾听，不会为了凸显自己而故意与人对立。他们的话语总是令人舒适，与之相处能让人感受到温暖与力量。与人交往，学会分辨那些喜欢抬杠、争论不休的人，因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的情绪会被无端消耗，你的能量会被无情吸走。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懂得远离无谓的争辩，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。6. 嫉妒成性，终成心魔。嫉妒就像一颗毒瘤，一旦滋生，便会不断扩散，最终吞噬一个人的内心。嫉妒成性的人，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，内心不是祝福，而是愤恨；看见别人遭遇不幸，却会暗自窃喜，甚至幸灾乐祸。他们无法坦然面对他人的成就，于是开始诋毁、造谣，甚至不惜用各种手段来破坏别人的幸福。层次越低的人，越见不得别人好，他们的内心越是阴暗，手段也就越是卑劣。其实，嫉妒本质上就是一种无能的表现。当一个人总是羡慕别人的成功，却不愿意努力提升自己，那么他的眼界只会越来越窄，人生的格局也会越来越低。真正聪明的人会懂得欣赏别人的优势，从成功者身上汲取养分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只有自己变得更好，才能真正拥有幸福的人生。7. 爱炫耀的人往往内心贫瘠。有些人习惯了报喜不报忧，总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人，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。他们在朋友圈晒名车豪宅，动辄谈论高端生活，仿佛自己过得风生水起。但事实上，一个真正富有的人，从来不需要靠炫耀来证明自己。而那些内心贫瘠的人，才会迫不及待地把一切摊在阳光下，以获得外界的认可。真正的强者靠的是实力，而不是嘴巴。他们的价值不是来自别人的吹捧，而是来自长久以来的积累与沉淀。真正有高度的人，从不需要自己夸耀，因为他们的实力早已被世界看见。相反，越是炫耀的人，越容易暴露自己的空虚与不安。8. 纠缠烂人烂事，只会拉低层次。生活中，
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走在路上，与人不小心擦肩而过，本可以相视一笑，说声不好意思就此接过，可对方却非得大吵大闹，甚至无理取闹的索赔。又或者遇到无理的人，明明一件小事，对方却偏要纠缠不清，不是让你赔偿，就是要你道歉，甚至还要拉着你去医院检查，摆明了就是想要占便宜。这类人最擅长的就是无事生非，把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大，企图从中捞取好处。他们活在低频能量中，纠结于琐事，却不明白，真正有格局的人从来不会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。层次高的人凡事干脆利落，遇到不值得纠缠的事情，选择一笑置之，而不是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争执。因为他们知道人生短暂，时间宝贵，真正重要的是让自己不断向前，而不是在烂人烂事中消耗自己的能量。我们谈论层次低的人，并不是要对他们冷漠无情。人与人之间仍然需要基本的礼貌与尊重，但要明白，你的善意应该用在值得的人身上。对于那些总是消耗你的人，我们可以适当表达关心和支持，但不要过度投入时间和精力，否则你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消耗之中。如果想让自己的人生充满阳光，那就远离那些负能量场，远离那些拖累你的人。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的好，有时候过度的善意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。俗话说，小人畏威不畏德，层次低的人往往无法理解真正的善良，他们只会觉得你的忍让是懦弱，进而得寸进尺。东郭先生与狼、农夫与蛇的故事我们都听过。当你毫无保留地帮助一个人，很多时候他并不会感激你，反而会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。甚至当你不再满足他的要求时，他还会反过来指责你无情。真正的善良是有原则的，我们可以帮助别人，但前提是这不应该损害自己的利益。同时，帮助应该是有限度的，让对方明白，你的帮助并不是无偿的，而是需要珍惜和尊重的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斗米恩，生米仇。当一个人习惯了你的帮助，他就会产生依赖，甚至认为你欠他的。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，但并不是廉价的。你的善良，请带点锋芒，让它发光，而不是让别人予取予求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与我建立连结，随缘加入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